江城能源自4月16日涨停后，连续47个跌停，今日宣布退市。曹宁老师，你不是说江城能源一定能涨的吗？我炒股的钱全都是借我亲戚朋友的，我信用卡……你看，我都自身难保，我怎么救你啊？父母本以为掏空钱包替我还了债，就能让我过上好日子，没想到我查出了癌症。你呀，吃太多泡面和外卖，胃癌晚期了。二老承受不住连番的打击，终究是先我而去。医生宣告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1个月，弥留之际，请以此书祭奠我堪称悲剧的一生。你才悲剧，你全家都是悲剧！到底是谁跟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？这个字迹还真挺像我。现在搞恶作剧都这么滴水不漏了吗？你呀，吃太多泡面和外卖，胃癌晚期了。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养生一点总没错。这泡面不吃也罢。4月16日午后，江城能源直线涨停，真涨停了！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大神，你怎么知道江城能源会暴跌啊？根据悲惨医生，我戒了泡面，避开胃癌，做空江城能源。结果你真的赚了1300万呐！您的银行卡到账已经。就在我决定努力奋斗，打造光辉未来时，陆浩来了。哎，你们干嘛的呀？逮捕令！警察破门而入，指控我杀害隔壁林小雨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了我，而我无法自证。穿的都一样，凶器上只有你的指纹，不是你是谁？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。什么？我杀人了？说好的光辉未来呢？这还不如悲惨一生呢！这还奋斗个什么？梦浪，交房租了，别装死！什么情况？这些都是不同自传里的我。难道我的每个举动都能重塑未来？这本自传也会同步刷新？怎么每本自传的我都是悲剧收场啊？等等，如果我顺着自传的内容提前布局，主动破局，未必不能彻底改写这该死的悲剧。辛苦了，我的我们。这哪是什么恶作剧啊？啊，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啊！有了这个瓜，我孟浪的一生绝不可能是悲剧。隔壁302一直空着，说明这时候林小雨还没搬进来。当务之急就是要钱。拿好，先生。晋级卡牌大师，够刷出几十万做本金了。回家掏钱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林小雨今天搬进来的，他雨夜被杀，应该不是今天吧？凶手？想不到吧？你在第1集就已经被圈出来了。叔叔呢，叫孟浪，就住在303。以后啊，你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找我。叔叔，我叫林小雨，你叫我小雨就好了。我就住在你隔壁302。走吧。小雨，你家大人怎么不买菜做饭，让你这么个还没葱高的小丫头出来呀？我已经比葱高了。我姐姐是个金牌律师，她工作很忙的。这可是高危职业，小雨应该是被牵连了。哎，小雨啊，叔叔刚好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请教专业人士，能不能请你姐姐明天有空的时候联系一下我呀？
叔叔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慢点啊！联系上小雨的姐姐，给她打个预防针，再好好计划下抓凶手。明天先去星河证券找托尼赚钱。嘿嘿，考虑怎么样啊？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叫托尼的？老子就是托尼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他就是书里的托尼啊！我是来开户的，我想做一下江城能源试试水。这只股票昨天才刚涨，想追涨的多了去。你打算拿多少钱啊？50万。哼，做空涨成股，再加100倍杠杆。这不是客户，是送财童子，50万是我的了。来，我给您慢慢的介绍介绍。1300万，我来了。1300万搞定，接下来去采购防身工具。唉，有时候生在宁静祥和的国度也有些烦恼啊，防身器具都买不到。小兄弟，走了好几家店了，还没买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大哥，我也是推销员，你这话说，去年就取消了。遇到我也算是缘分，我这里有你想要的东西。你搞这些，睁眼看看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要买防身用品啊？推销员之间也有差距，你肯定不是销冠。行了，快选吧，会不会有人来了，我就不卖了。按照书里的描述，凶手身手了得，应该是个职业惯犯。偷我衣服栽赃嫁祸，除了防身用具，还得买个摄像头安家里。大哥，我要防刺背心、防狼喷雾、电击器、4K 微型摄像头，越野必越好。这套装备办事都得多看半年。我女朋友下班回家，总感觉有人跟踪她，我买来给她防身。不是兄弟，偷窥犯法，你是真敢玩，还防狼喷雾，你是防狼还是坐狼？不是大哥，您看起来也不像正经人。一共6600，我再免费送你一句话：回头是岸。6600，你抢劫啊！别救，你不买我走了。哎呀，回来，算了，6600就6600吧。你好，我是林海棠。听小雨说你有事咨询，我半个小时后有空，你可以来东方大厦1106。如果你要推销保险的话，就不要浪费双方的时间。谢谢。哎，得，真把我当成卖保险的了。海棠花中仙，绝色呀！梦浪，放浪的浪。哎，海浪呢？咨询什么？办离婚还是遗嘱？你妹呀！我的救你妹呀！还收费？我就不能咨询点正常业务？唉，为了不被判死刑，该花的钱还是得花。那天我碰见小雨之后，我发现后面有人在跟踪。大街上那么多人，你是怎么确认你们被跟踪的？那个，我爸是退伍侦察兵，所以我具备一定反侦察意识。反侦察意识？你一个保险推销员，给我演都市兵王呢？好，就算你有反侦察意识，你怎么确认被跟踪的是小雨，而不是你？我才刚刚搬来，本市不到半年，平时交际圈也就只有同事，还有几个同学，我从来都没有跟人发生过冲突的。而且我听小雨说，你是一个金牌律师，你是不是想说，对方想对付的其实是我？你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那个，我确实没法证明，就是想提醒你一下。你要是不相信，
我也没办法。喂，我也就咨询了2分钟，你还想要多少啊？你没有咨询法律相关事务，费用就免了。如果你试图通过这种没有证据的提醒，从而拉近好感，从而让我买你的保险，那我劝你省了这条心。大姐，我是那种费了半天的劲儿就为了你这么点提成的人吗？是。高清摄像头，你该不会是个偷窥变态狂吧？不，我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的6600，人心中的成见，真是一座大山呐。猛了，我可算是逮着你了。房租都逾期3天了，再不给我交，就给我卷铺盖走人！哎，姐，薇姐，你就再宽限我1周，我等着发工资了，我连这个月一起交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你要是再骗我，这饮料瓶就是你的下场。好推法！等我发财了，我一定找你当保镖。书明果然变了，看来按着监控还是有用的，不会再被当成凶手了。迟到的正义，迟到？算了，还是先看看发生了什么。我怎么还是被抓了呀？我被打晕栽赃，海棠为我奔走无果，百口莫辩的我，还是被判了4缓。我不想耽误海棠，提出分手，却被他拒绝。2年后，4缓改无期徒刑。我看着海棠贴在玻璃上的戒指，内心百感交集。我知道，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，他会等我回来。我们在监狱拍下唯一的合影，我努力减刑，却没想到再见面，我已是癌症晚期。孟浪临终前托付我续写迟到的正义，替他揪出幕后黑手。经过多年调查，我终于抽丝剥茧，找到证据，还了孟浪清白。每年我都会带着小雨去树下祭奠孟浪，春去秋来，却再也带不回他。迟来的正义非正义，他被永远留在了黑暗里。案子翻了，原力伏诛，你安息吧。我被打晕栽赃，病死狱中，还安排了林海棠写我死后的自传。林海棠，袁立。书中提到的2个人名：许劲松婚变闹上热搜的华夏首富袁立。这个袁立，会不会就是那天我见到的人？林海棠
是许劲松老婆的离婚律师，那袁立应该就是许劲松收买用来对付林海棠的人。只要杀了年幼的林小雨，林海棠就会悲痛欲绝，从而放弃离婚案。而且，按照林海棠的语气，他应该认识袁立。喂，林大律师啊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个叫袁立的人。袁立3年前殴打我的当事人，尽管赔了钱，但还是让我送进去了。怎么了？哦，那他是不是差不多该放出来了呀？还得2年吧，除非他减刑。你想说是他跟踪小雨？你省省吧，你别以为在网上搜点关于我的新闻就能让我相信你，然后感激涕零买你的保险。做梦！你哎！被告袁立常年在国外做雇佣兵，身手了得。雇佣兵，怪不得我用了这么多防护措施，还是被打晕栽赃。看来得找一个身手了得的人帮帮忙才行。有了。谁啊？是你啊？怎么交房租啊？是现金呢，还是扫码呀？不是，没有钱，那拿你自己赔给我，我也可以勉强接受。别呀，薇薇姐，我是发现有人偷你内衣。什么？是不是你偷的？不是，他刚从那边跑了，而且我都看见那个人好几次了。敢偷我的内衣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哎，别呀，薇薇姐，抓小偷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可不能参与。哎呀，瞧不起谁呢？姐可是正宗严氏12路弹腿传承人，正常人3、5个进不了身。姐可是正宗严氏12路弹腿传承人，正常人3、5个进不了身。不信，你试试。太好了，薇薇姐，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。来，下个对泡泡，小偷来了，我就赶紧告诉你啊。好。OK。哎，这就走了？我现在坐走。不对啊，我刚刚是不是没收到钱？还差点被开了油，这还加上了绿泡泡。哼，原来他的真名叫严梨花啊！果然拉严薇薇入局就对了，活着，这书名看着就喜庆。我的前半生平平无奇，直到那个雨夜，袁立的子弹贯穿了我的腰椎。坚持要对我负责的3女，无微不至地照顾中枪后高位瘫痪的我。为了不拖累他们，3个月后，我选择了自尽。这哪是活着呀？这他妈生不如死啊！不行，看来还得加强防护等级。哎，老板，是我，吓我一跳。这次又想要什么？老板，有没有防弹衣？没有。你现在是越来越离谱。不，我不信。你让我看看，肯定有。你给我看看。我卖货不卖身啊！你就是不想卖给我。我答应你，我绝对不会去干坏事的。你相信我，老板，你肯定有啊！你还说你没有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负重训练背心，这些口袋可以放铅条。很好，我要了。还有那些铅条，我要最厚的那种。啊，我就是突然很想锻炼身体。
书上说，中弹的位置在腰椎的第4和第5之间。没问题，护得住。孟浪，这一次你绝对不会贪。喂，托尼老师。孟先生，您真是神了！今天江城能源跌停，你已经盈利500万了，要抛吗？才500万，急什么？等赚到1300万的时候再敲我。就是今天，全力让我们决一死战吧！哎呀，虽然我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可万一百密一疏呢？要是能从源头解决问题，那是最好。离开唐军，还得让他相信我。有了。林律师，等等我！耶！林律师，我说了不买保险。林律师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想问你能不能放弃许氏离婚案啊？当然不能。等等，哎，许氏离婚案是我们律所最高机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许氏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整天上热搜啊！再说你们律所又是本市前3，你又是金牌律师，你负责这案子很正常嘛。你之前说有人跟踪我妹妹，不会说的就是你自己吧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林律师，今天晚上会回家，记得早点下雨啊。你懂我意思啊？孟浪，你可真没出息啊！这么一遇到美女你就说都不会话了呢，而且还是个为你写过墓志铭的女人。哎呀！孟浪真当自己是预测未来的神棍呢？这么大的太阳，当遮阳伞吧。我们的业绩同比去年下滑了26%，一方面是近期股灾导致大环境不好，另一方面大家今年都有所懈怠。股市赚了这么多钱，辞还是不辞啊？听说好多中大奖的人一旦辞职，很快就会把钱给败光。孟浪，尤其是你，每个月垫底。哟，客户，我出去接一下啊。既然是客户，就开免提，让大家听听你平时怎么跟客户谈业务的，我们一起纠正你。孟总，您这反手操作太牛逼了！昨天500万幸亏没卖，现在900万了，抛吗？这么多钱，不可能！他说的是欢乐豆。说好的价格吧。叫你们卖保险，1个月才卖了几份，让你们拜访客户，你们天天蹲办公室。证据有了，真下雨了。今天晚上会回家，记得早点下雨啊。这个孟浪，难不成真能预测未来？麻烦让一下，我要去倒个垃圾。
我感冒了，可别传染给你啊！谢谢。哎，你是来找林律师的吧？他经常加班，这会儿应该在律所呢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明天再来。你还来？哇！你想捅我呀？今天你不赔个万把钱，你别想跑！你觉得你拦得住我吗？哎呀，小毛贼，你还挺嚣张啊！姑奶奶就等着你今天来收我的命了。居然帮我当子弹！算了，杀他俩没意义，事闹大了也不好收场。忙了，电死你！快上！忙了，电他！动啊！住手！谁报的警啊？是我，孟浪，孟子的孟，三点水加一个良民的良。我是个保险销售，这是我房东严薇薇。你什么时候报的警？就这小毛贼来的时候啊，我怕咱俩搞不定他。再说，就算搞定了，不也得执法队来人把他带走吗？我就提前报警了。你小子算我一菜。合着发现歹徒报警，制服歹徒，保护现场，一个保险销售加一个包租婆，可一条龙包圆了。怎么有种被叫来洗地的感觉啊？汪队，540自制手枪。这两个人不像中枪的样子。嫌疑人开枪了吗？把嫌疑人带到押送车里，我来做弹道检测。是。还记得嫌疑人开枪的地方和方向吗？我们要预测一下子弹落点。你们找那子弹呀？哎，在这儿呢。本以为枪打歪了，没想到真打孟浪身上了。哎，等等，孟浪，你为什么会穿防弹服啊？我这哪是什么防弹服啊，我这属于是负重训练服，锻炼身体。你骗谁呢？穿着防弹背心锻炼，还有防狼喷雾、电击枪。你说，你带这些东西出来准备干嘛？我一个单身男人，没点安全感，很正常的吧？嘿嘿嘿。子弹恰好击中了你腰椎部分的负重钢板，你还真是命大呀！这孟浪不对劲儿。姐姐，姐姐，有没有受伤？小雨啊，安然无恙。倒是我中枪了，哎呀，我差一点就死了。你挨了一枪，打那个负重服上了。孟先生，你是不是知道犯罪分子将要进行的不法行为？没错，其实几天前，袁丽曾经偷偷潜入过我的房间。原来你买针孔摄像头是安在自己家里。我这人没啥缺点，唯一就是太缺乏安全感了。汪队，想必你们也已经看出来了，这小子呀，
他根本就不是冲钱来的。这过往说不过去，把嫌疑人身上携带的东西都拿过来，一件不落。高科技生物仿生指纹膜，市面上很难见到，而且价格昂贵，普通人根本负担不起。指纹膜，他想杀了小雨，将孟浪的指纹印在凶器上，然后嫁祸给他。啊！什么？我竟然差点成为了那凶手的陷害对象！哇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呀！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全部过程，但还是有一个问题：动机。是我，当年是我亲手把袁丽送进去的，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嫁祸孟浪。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，就是因为你俩有过节，许劲松才雇的他。万一严厉被抓，好用这个借口隐藏真正的动机。好了，我们大概都知道了，我们去审审袁丽。收队。汪队，这个孟浪，要不要带回去做笔录？能完美的阻止反侦查高手精心布置的入室犯罪计划，会是普通人吗？先别惊扰，以后说不定还用得上他。大家也都散了吧，明天还得上班，又是牛马的一天，早点休息。拜拜。孟浪叔叔，过2天是周末，我和姐姐想邀请你来我们家吃顿饭，感谢你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样真的好吗？你们俩就在这心安理得的嗑瓜子看电视啊，人家都是啃老，你们俩啃小啊。哎呀，小雨啊，叔叔坐等你的大餐哦，你加油。我也不会。海洋，以你的专业角度看，这次袁丽会被判多久啊？私闯民宅，伤人未遂，不过有制枪的罪行，估计20年。才20年？除非他能自己承认他策划了谋杀和嫁祸，但本来也是未遂，他要不承认，也拿他没办法。袁丽只是个马前卒，幕后黑手差点把我一波带走。许劲松，恭喜你成功拉到了我的仇恨值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先料理了袁丽。失手了？袁丽找的替罪羊家里安了针孔摄像头，拍下了他潜入的证据。针孔摄像头？放心，他绝不会出卖我们。直接对高原下手吧。本来想以体面的方式跟他提出离婚，既然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那这体面别留了。是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好了，听我说，我要宣布2件事情。第一呢，我要郑重的感谢孟浪，如果不是你舍命为我挡枪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正所谓大恩不言谢，所以我决定。经典桥段来了，如果他以身相许，我就勉强答应，明年爸妈就能抱上孙子了。终身给你免房租水电。就这样。感谢。你怎么一副好像很失落的样子啊？没有啊，我感动到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那第2件事呢？第2呢，就是我要出国去参加武术比赛了。海棠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以后接案子也得小心点了。哎，薇薇，你呢就踏踏实实的去为国争光。海棠，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，有我呢，你和小雨不会有意外的。况且许劲松不会再对海棠下手了，估计要对付他老婆喽。逃离了悲惨一生，却陷入了我的愤怒，改变了迟到的正义，却没能好好活着。但好在我现在抓住了袁丽，也就改变了林小雨被杀和我中枪瘫痪的命运。救人亦是救己呀。启示录，这
两人有点意思，不过八成不能按照固有印象解读，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袁立扛下了所有罪名。小叔，作为交换，许劲松资助袁立的儿子袁术在国外上完了大学。你在国外怎么样？并进入许氏集团，小叔，高管。小叔，好了，走，走。袁术，这可是袁立的软肋呀，我可得好好利用一下。原本1300万的预期投资收益，在托尼的死扛之下，溢价为1400万。之后的几年，我的总资产因站在风口期合势增长。我溢价买入瑞康生物，进军医疗行业，并亲自参与公司管理。2033年，公司倒闭。2038年，我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。我们这是回家还是出门呢？我研究出了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案——氮区治疗。20年的时间，小雨为了我成了阿尔兹海默症专家。然而，一位故人的出现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他是谁呢？可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哎，这怎么没了？后面发生了什么呀？急死我了！冷静，后面没写完，说明我的阿尔兹海默症还没被治好，所以才不能写下去自传。等等，20年，私闯民宅，伤人未遂，不过有持枪的罪行，估计20年。20年后，袁立出狱了，所以他想报复我。这20年我过的可真是多灾多难呢，投资失败，老年痴呆，得赶紧想办法拯救未来的自己呀。眼下，当务之急就是让袁立牢底坐穿。喂，我刚接到汪队电话，袁立明天想见你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正好啊，我也想见见他呢。听说你要找我？我袁立自认手段高明，没想到终日打雁，竟让一只麻雀啄瞎了眼。你把我看成了麻雀，恰恰证明了你不是被我捉瞎，你是本来就瞎。好，有胆量，我记住你了。袁立，老实点。对我怨恨这么深，怪不得20年后一出来就找我报仇。那今天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我能单独和你谈谈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正好，我也想单独跟你聊聊。王队，麻烦你再检查一下他的手铐脚铐都铐紧了没？我想知道针孔摄像头那些东西是巧合，还是你故意设的陷阱？麻烦你搞搞清楚，现在是你求我回答问题，所以你得先满足我的好奇心。说吧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让我做你的替罪羊的？什么替罪羊？我听不明白啊！炮又供，可以理解。没用的，袁立这家伙特别狡猾，不会轻易招供。看着我的眼睛，接下来我会说一个暗语，在我说出这个暗语之后，你必须一五一十的
回答我所有问题。他玩催眠呢？袁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不会以为把这棵小树栽在国外就不会有人知道了？正好我在国外呢，也有一些戴着黑手套的朋友。你要做什么？他怎么这么听孟浪的话？难道孟浪真的会催眠？这个孟浪果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你看，我的暗语是不是很有效？现在我要开始问喽。你说，小孩子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就像小树苗一样稚嫩。可要是有人想对小孩子下手，这个人是不是特别残忍，特别没人性？是。不要。很好，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呐。现在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让我成为你的替罪羊的？是林小雨撞你的那天下午。啊，松口了！孟浪真有你的！这么说，你一直都在跟踪林小雨？是。为什么跟踪他？我要报复林海棠之前把我送进监狱。看来徐劲松已经控制了袁术，袁立不会轻易供出他的。好吧，避重就轻，可以理解。那我们换个问题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及时出现，你打算怎么对付林小雨啊？没形成犯罪事实，袁立怎么可能会找？谁会没事找事？哎，我记得小雨特别喜欢植物，我昨天才刚刚答应他，让国外的黑手套叔叔砍一棵圣诞树寄回来。我说，我原计划将他打晕卖给人贩子，同样可以起到报复林海棠的作用。那你为什么最后决定嫁祸我？因为你发现了我担心你成为不确定因素，杀人嫁祸不仅能更好的刺激林海棠那个死律师，我也能彻底摆脱嫌疑，一举两得。只是没想到让你和那个身手了得的女人坏了事。很好，我的问题问完了，你的回答我也很满意。哦，你刚刚问我说针孔摄像头是巧合还是陷阱，现在还需要我回答吗？不需要。谢谢你。都过去了，没事儿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纸裤子开大，不小心闪到各位了。孟先生辛苦了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刑警队当咨询顾问？啊？我一个保险销售，我何德何能啊？孟先生谦虚了，3言2语就能撬开袁立这块硬骨头的嘴，深藏不露啊！我其实就是恰巧掌握了一些袁立的把柄而已。我看中的就是这个。看来不答应不会轻易放我走，非把我的情报渠道扒个底朝天不可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有需要随时联系我，十分荣幸啊！哎，你觉得这下袁立会判多久啊？数罪并罚，最高会判到终身监禁。那就好，没白来。走吧，回家。哎，你关于许劲松和袁立的情报从哪来的？你该不会是什么神秘组织成员吧？我干保险的，朋友多啊。你要非说什么组织的话，你也可以称我们组织为万物
归于会。我们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。托尼，莫先生，您方便来公司一趟吗？有个事儿，我想当面跟您商量商量。啊？孟先生，溢价溢多少啊？孟先生，您现在做空的行情是900万，我们打算以1200万回收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托尼，我电话里跟你说的是多少？我知道您的心理预期是1300万嘛，不过考虑到市场波动的风险，还有……谁告诉你我心理预期是1300万的？5天前你可明明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是1300万。是啊，5天前的预期，它能和今天一样吗？这就好比5天前我让你溢价1200万回收，你愿意吗？那孟先生现在的情况是？一口价1400万。什么？1400万？好，成交。巨额财富到手，要不要搬家呢？业力处理完毕，徐劲松，准备好迎接我的愤怒吧。有钱又健康的生活，感觉可真好啊！还是不搬家了，离我家海棠近一点。他的后半生，谁呀？莫非是海棠？我从未想过，我会因为一个女人变得起起落没完了。你这个叫高原的女人，她成为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。为了研发阿尔兹海默症的药，我入股了急需资金周转的瑞康生物，但董事长高原屡次在股东会上否定我将研发重心放在阿尔兹海默症。董事会现在不需要你了。你现在想把我踢出去？当初我投资瑞康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你投资瑞康的时候，阿尔兹海默症就已经被我们排除了。3年后，公司扭亏为盈，高原也成为了跺一跺脚，整个苏省都会颤一颤的瑞康女王，给了我一笔补偿金，将我踢出了股东会。我不能放弃这个项目。保安，高原，你想干嘛？放开我！走。后来，瑞康生物在他手中成为了市值3500亿的医疗集团。他的后半生是个传奇，可是我的药呢？后来我才得知，3年前温婉持家的他被前夫精心设局，惨遭施暴凌辱，万念俱灰里被迫离婚。一个独自从深渊爬出来的女人，又怎么会在乎我的死活呢？也太不仗义了吧！我孟浪像是缺钱的人吗？我要的是瑞康生物研发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药，我倒要查查你这个高原是何许人也，然后跟你处好关系，别再把我踢出董事会了。哼！高原，这名儿也太常见了吧！搜搜瑞康生物试试。瑞康生物原来是许氏集团的 CEO， 怎么不是许劲松啊？高原是许劲松离婚的老婆，瑞康生物作为许氏集团的不良资产给了他。得找海棠帮忙见见这个高原，绝不能再让他把我的人生变得落。那后面就拜托林律了。高女士请留步。啊，我有个朋友啊，他想见见你。我相信林律不会无缘无故介绍个陌生人给我认识，他
他这个人吧，林律师，还是让我来做自我介绍吧。我叫孟浪，孟浩然的孟，浪子回头的浪。不嫌弃的话，叫我小孟就好。孟先生是我的情报顾问，他想见你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孟先生的情报和我有关。高女士，您呢是金融硕士，又爱读史书，那想必你一定读到过石敬瑭和他妻子李氏同床异梦的故事吧？石敬瑭为了让他妻子李氏能够顺服他，用了一招美男计，然后捉奸在床。哎呀，不可能的！我跟劲松10年夫妻，他再卑鄙也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哎呀，史书上的所有一笔带过，里边都有万千心机。你真的了解你的丈夫许劲松吗？够明了吧？这可是未来的你踩着无数商界精英尸体说的，在下不才，也是尸体之一。初次见面，送你个小礼物，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哦。好好研读说明书。那谢谢孟先生提醒，林律师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不对劲啊！他离婚能分35亿，你该不会是不想奋斗了吧？区35亿，值得我傍富婆吗？3500亿就不一样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带领瑞康生物研发阿尔兹海默症的药。你工资3500，敢瞧不起35亿？高原不漂亮吗？漂亮。你不心动？呵呵，漂亮能当药吃啊！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今晚哥还要去英雄救美呢。药？你要拿我许氏4%的股份，股份都在老爷子那儿，我也就只有4%而已。我知道，无法生育是我的问题，但是你就不能先离婚，再去找别的女人吗？你给我留点颜面啊！圆圆，别激动，我可以签。签协议吧，签完协议，1拍2散。好，满意了，来，我提一杯，敬我们各自美好的未来。还有2分钟，药效就发作了。你是放弃股份，还是身败名裂？一切全都取决于你的选择。原来孟先生说的都是真的。哎，王队，贩毒和聚众吸毒的情报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我本来还对你有一点点幻想，就一点点，可是你刚才把它掐灭了。你要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怎么这么热？是你？没错，是我。刚才是我趁你捡东西的时候把酒换了。你这个贱人！你个贱人！混蛋！王八蛋！
你们什么人？你们快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住手！你们两个干什么？绑架妇女吗？执法队接到举报，说这里有人贩毒。地上那个怎么回事？吸大了，都给我带回去。Hello 啊，高女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孟先生，你报的警？没办法呀，跟你说了危险，你不相信，我就只能报假警。一会儿我要被处罚了，记得来捞我。谢谢你送我电击器防身。你还好吧？连最信任的人都可以背叛，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我靠，黑化一半被打断，变成想不开了。大姐，振作一点啊！治疗我阿尔兹海默症的药还指望你牵头呢。你为什么帮我？你想要许氏集团哪部分资产？这都能猜到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我就不能是图钱，或者图你的色。以孟先生表现出来的情报能力，除了许氏集团的资产，我想不到其他解释。我确实是看上了许氏旗下的瑞康生物，不过我图的不只是这家公司，我更图的是你这个人。你很有才华，说不定以后你会成为我们组织的合作者。果然，强大的情报能力背后必然有组织支持。好，我答应。当务之急是赶紧解决你的安保问题。我在离婚官司期间，资产都被冻结着。打开收款码，就当是组织经费。成功与未来的商业精英高原达成合作，并提供启动资金，完美。您的账户已到账500万元整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追寻正义的座驾会成为邪恶的交易现场，我抓还是不抓呀？王队，孟老弟，你暴露了。我这是投资了星河证券的1400万收益。没错，站在你面前的呢，就是个暴发户。那份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，折算一下子公司给的。瑞康生物目前市值14亿，作为一家药企，需要长期的运营和人才储备、专利储备，才能实现盈利。把瑞康生物的财报好好做做，不要让高原看出破绽。是。更新了，但是书名没变。难道高原黑化成我人生噩梦的命运没有被改变？由于高原太想帮我拿到瑞康生物，被许劲松看透后轻松拿捏，最后高原除了估值只有14亿的瑞康生物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但高原却反过来安慰我说，至少拿到了最想要的目标，并将阿尔茨海默症药物研究列为公司最重要项目。小雨大学毕业后进入瑞康生物，并发表了一篇极具国际影响力的医学论文。还好，高原没有黑化，我果然是正道的光。竟然还收录了一篇小雨的论文，以后可以给瑞康生物研究。不过许劲松这个老王八蛋还没收拾，许氏集团家大业大，我非得扒他们一层皮下来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
赶紧联系高原去布局。按照协议，你可以从许劲松那里得到许氏集团4%的股份。许家一共占股51%，那倘若许劲松的4%转让给我的话，会极大的削弱许家对集团的掌控力。许家一定会想办法进行股权置换或者回购。哟，海棠，你也在呀？这是我的办公室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孟先生约我见面，我就擅自约在了这里。林律，你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。你们林律，你别误会，我能拿到这份协议书还全身而退，还是多亏了孟先生的安排。孟先生，我们待会要去见许劲松，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我来呢，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。虽然我不方便来，但我依然可以全程参与。我去接小雨放学了，得多培养跟小学霸的感情啊。许先生，这是一份经过公证的离婚协议复印件，如果您不同意协议条例，我方今天就将起诉书送至法院。你能同意过来，想必也是有意放弃这4%的股份吧？山鸟与鱼岂可同路，豺狼与虎豹岂可为伍？许先生，高女士获得许氏集团4%的股份，价值35亿，股权置换还是现金回购，只要有诚意，都可以谈。季中，我确实是看上了许氏旗下的瑞康生物。真的如孟先生所料，许劲松打算把瑞康生物用来交换。谈判我不在行，但千万记着别着急报价，一旦让对方看穿你的意图，我全盘结束。许先生，你是觉得瑞康生物75%的股权只许氏集团的4%吗？这是瑞康生物去年的财务分析表，年利润7000万，毛利率接近30%，目前市场估值48.5亿，75%的股份，价值超过36亿。高女士，到展现你的金融专业的时刻了。一个年利率7000万的公司，按照非上市公司20倍的市盈率估算，它的一般估值只有14亿。我不知道你这48.5亿是怎么算出来的。而且近2年医疗行业平均毛利率只有50%，而瑞康生物只有30%。一个没有产品竞争力的公司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市场价值。不愧是我看上的金融高材生啊！他们在思考对策，不要给他们时间，直接走。既然这么没诚意，法庭上见吧。许先生，如果您的出价不变，那很遗憾，您三叔许伯离先生也对高女士手中4%的股权很感兴趣。林大律师还真是人美能力强啊，怪不得小雨未来也是很厉害的专家。谈生意生是要谈的嘛。这样，瑞康生物作价25亿，另外再给你10亿的现金。我说了，瑞康生物最多值14亿。我再给你市中心的别墅。市中心现在已经没有地皮可以建别墅了，那别墅它就是无价之宝。是时候了，说。拟合同吧。孟浪哥哥，你好了吗？我们去买菜吧，今晚给你做大菜。不错不错，我这辈分终于从叔叔变成哥哥了。今晚啊，还是让哥哥给你露一手吧。买菜去喽！再见了，死夫哥。有没有办法帮我报复他？想让瑞康生物倒霉，多的是办法。莫浪，高原的案子圆满结束了，
感谢你帮了我这么多忙。其实呢，我也是有私心的。高原，他是我未来的合作伙伴。怎么停电了？我去看一下啊。我害怕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啊，慢点儿。气氛都渲染到这儿了，亲还是不亲？亲了禽兽，不亲禽兽不如。姐姐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我去趟洗手间。我去厨房。慢点。梦浪哥哥，哎，我怕黑。啊，不怕，我来陪你。小雨，你知道长大和成熟的区别吗？长大呢，就是你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成熟是，你知道却故意说不知道，懂了吗？梦浪哥哥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说的话我一定会记住的。几个版本的未来小雨都对我有着超乎寻常的信赖，我得制定个养成计划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，眼神怪怪的？嗨，哥哥呢，在思考一个关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如何呀？科学用语。梦浪哥哥果然跟姐姐说的一样厉害。你姐姐这么说我的呀？小雨，回家吧。哎，你慢点啊！真该死，今天晚上的约会被停电给耽误了。哎呀，今天白准备了。小雨的养成计划启动了，瑞康生物也到手了。许劲松果然展开了报复。停电的同时，瑞康生物的冷库 UPS 恰好检修，导致一批需要低温保存的制药原料变质失效。瑞康生物管理层建议高原隐瞒此事，将这些失效原料当成合格品使用。高原并未立令智婚，这批原料根本不可能销售。银行也在这个时候切断了给瑞康生物的贷款。你现在许劲松的报复隐秘而凶狠，可他真的能把一切都做得这么干净吗？瑞康生物想要度过这次的难关，就需要3亿来重新购买原材料。我作为高原的合作伙伴，还得想个办法帮他填上这个窟窿啊！一个大佬在入狱前把价值4亿的赃款藏在了10号仓库，仓库密码的生成器放在了一根鱼竿中。他不知情的情妇转手把他的鱼竿卖了，而我就是那个神秘买家。可以呀你，梦浪！渡过难关的瑞康生物和实力雄厚的上市药厂克星生物达成合作，但没想到克星生物因疫苗造假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而他们却率先发难，把脏水都泼到了瑞康生物的头上。都怪你，太过分了你！克星生物敢让我们背锅，等我料理完了许劲松，我就收拾你。说曹操曹操到啊，这不是那老王八蛋许劲松的黑料吗？不错不错，等我安排个狗咬狗的戏码给你。
这么看来，停电导致的原材料失效已经来不及弥补了。不过我可以来一个黑吃黑呀！鱼干，我来了。彪哥，彪哥，听说你要出狱了，恭喜啊！你不一样也快熬出头了吗？等出去了，一起钓鱼啊！好想念我的鱼竿啊！竿中自有黄金屋，竿中自有。找到了，黄金！飘哥，我先接受抵押了，你可别怪我呀。孟先生，托尼老师，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跟熟人打交道。哎，你怎么不在证券公司啊？来这儿当铺工作了？看来是因为我让星河证券亏损1400万被开了呀。这还不是托您的福？你来当铺干嘛？你小子不会把那1400万花没了吧？非也，非也。出来看看。这才1个月的时间不到，你就赚了这么多钱啊！赚钱嘛，很简单的，麻烦就麻烦在对方是用黄金结算的，我寻思直接卖有点亏，但是我现在又急需用钱投资，所以就……孟先生，孟大哥，祖宗啊，您这些黄金都是用来抵押的吗？是啊，就是不知道你们典当行有没有这个实力？有，必须有啊！光利息的提成就够我大赚一票了。哎呀，祖宗，这个力道还合适不？大街上的，注意一下形象。我还是喜欢你一开始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徐先生，您的快递。北路这片非商业用地，许劲松违规改成高级楼盘了，这可是个扳倒他的好机会。我是出手呢，还是出手呢？许伯离，黑料已经给你了，这场狗咬狗的戏码，你可得演得精彩些呀。对，市中心的别墅我想抵押，我可以少要一点，但是必须快。别卖房子了，那别墅住着多舒服，我来给你送钱了。离婚的10亿，许劲松30天后才支付。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这次资金缺口很大，会拖累你们组织的。不白给你，就当是在瑞康生物低价的时候入股了。我们可是干情报的，最擅长的就是趁火打劫。好吧，我让秘书折算成股份，你一份协议。哦，还有，关于这个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克星生物的黑料怎么了？他和你们组织是竞争对手？他们呀，用假疫苗损害老百姓的利益，做出决定，替天行道。而且，他们把控疫苗市场的时间也太久了，是时候该洗洗牌了。这笔资金加这份黑料，做空他们1周，可以再赚2个亿。不愧是金融系的高材生啊！那就按你的想法来。高总，瑞康生物遭遇重大损失的事传出去了，供应商来公司门口闹事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孟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眼下嘛，当务之急是你需要一个专业的法律顾问。
就比如说林海棠那种。林律师啊，林律师挺好啊。其次呢？剩下的就放心交给我。刚好借他们的手，提高一下瑞康生物的知名度。这个时代，流量为王。喂，海棠，我想请你做瑞康生物的法律顾问。好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还钱！今天的小马，客串记者，操控舆论。还钱！还给我们！快点还钱！听到没有？还钱！出来吧！还钱！还钱！要不到钱我们是不会走的。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各位，我是瑞康生物新任的董事长高原。冷库失效是真的，因此带来的数千万亏损也是真的。那我们付款怎么办？是我们的钱吗？你们打算赖账吗？我们公司的资金已经有眉目了，您说是吧，陆行长？什么？你说是吧，陆行长？许剑松跟我说趁机低价购入瑞康生物股份，我才来的，怎么反倒把自己家火上烤了？哎呀，别拍！这个事情，陆行长，是不是可以延续像往年的合作模式，给我们继续贷款？这银行的贷款手续是要走程序的，不是说哭穷就能够破例的。既然这样，蒋副总，替我送下陆行长。哎呀，这行长走了，各位，很遗憾，银行贷款这条路我们暂时走不通了。今天记者朋友也在，我在这里可以郑重承诺，我们会如期奉上货款。但是，如果有人想要无视合同条款，提前结清货款，林律师，根据民法典第577条规定，我方有权拒绝，并保留追诉对方违约的权利，不用各位负任何违约责任。1周后，我将奉上所有货款，但是我们双方将永不合作。林律师，之后的工作就请你配合蒋副总。走。让他好看。高总，能不能请您配合我们做一次专访呢？感谢高董在百忙之中接受采访，您真是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。客气了。我刚刚有听你提到克星生物疫苗造假，我这边呢有一些意向合作企业的被调档案，这份是克星生物的。都是医药行业的，差别怎么这么大？一个宁愿冒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，也要销毁过期原料；一个为了利益不顾百姓健康，疫苗造假。我这就回去写新闻稿，两个案子做对比。我先走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说得很好。接下来怎么做？我相信你，你就按照你的想法来。哎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没实名素材你咋剪呀？孟浪想用克星生物的黑料一鱼两吃，但这一鱼也许可以3吃呢。小雨今天大展身手，给我们做的一鱼4吃。哎呦，孟浪哥哥，你在这里啊！孟浪的出现，倒是让这个家多了些温度。感谢小雨，辛苦啦！辛苦啦！我吃饱了，我先去写作业了。去吧。问吧。从一回来就看着我欲言又止的。高原跟我说，是你推荐我去瑞康生物做法律顾问的。咱们林大律师人美能力又强，
给他做法律顾问那是绰绰有余。还是要谢谢你。你们组织和高原在搞什么大计划吗？我悄悄告诉你啊，我们在研发长生不老药。如果是别人，我会觉得消遣我，但孟浪背后的组织实力强大。这都能信？不愧是陪伴每一个我到最后的女人，我一定要保护好她和小雨。我们组织具备很强的研发能力，但需要找一家信任的药厂进行管理和生产。那高原和瑞康生物一开始就是你们组织选好的，你一早就布好局了。高总，克星生物上市以来稳定攀升，我们银河都自持了一些做长线。您确定要做空？确定，4亿，为期1周。签合同吧。高董，您慎重啊！怎么做生意还不用你教我。如果这件事让许劲松知道的话……哦，高董，我知道，我之前跟过许总，您不放心。正是因为你跟过他，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这件事让许劲松知道，我记你一功。整个江城都知道我跟他有仇，谁敢冒着得罪我的风险投资那半死不活的瑞康生物？还有这笔钱，做空科技生物。我查过股东名单了，没有股权变更登记。行了，出去。是。喂，李总，听说我前期跟你们签了个4个亿的对赌协议，我投10个亿，买涨。没错，我就是想把盘拉高，狙击他。妙啊！高总这招请君入瓮用的太好了。我原本以为用克星生物的黑料能做到1鱼2吃，挣点做空的钱就已经是极限，没想到你还能做到1鱼3吃，拉许劲松入局啊！许劲松这个人呢，睚眦必报，又自以为是。当然，也多亏孟总提供的情报，才让我有更多的操作空间嘛。哎，你觉得这次会损失多少？至少10个亿，许氏集团1半的流动资金，到时候许氏的股东一定会对许劲松问责。再加上我给许国离的那些黑料，够许劲松消停一段时间了。我有个忙，想请你帮我。你帮我这么多，有什么直接说。我想以瑞康生物的名义成立一家科研所。这点小事，瑞康5%的资金够不够？我要研究的课题需要20%。20%？愚蠢！高原开除了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要留下你那颗棋子？明知道有眼线，还让银河的人去公司签对赌，这就是针对你的连环计。爸，我承认这次是我决策错了，但高原她就是个家庭主妇，她背后一定是有高人指点。第3季度，咱们集团收益50亿，支出43.76亿。杰松啊，北路那片地我们是以盖养老院为由才拿下的，怎么盖成高级别墅了呀？就是啊，他怎么自作主张把那东西给改了？我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，养老院拆了再盖就是了。三叔哪里来的情报？你炒股把公司1半的流动资金都炒没了，公司哪里还有钱折腾？这么大的投资失误，总得有人负责吧？徐总，请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徐总，请给董事会一个交代。对呀，你得跟我们说清楚。行了，劲松和季中扣掉今年所有的股权激励，撤换投资部负责人，具体人选就近柏来定吧。许伯离、许晋柏、
这笔账我记下了，都散了吧。你前妻都搞不定，滚去非洲开拓海外业务，我把11赚回来，不许回国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关系，是我来早了。许劲松被他爹发配到非洲去了。这是好事儿啊！恭喜你，终于彻底摆脱他，重获新生了。百忙之中还不忘初心，不愧是未来惊艳世人的瑞康女王啊！怎么，你对这本书也感兴趣啊？啊，没有，我哪有什么企业管理才能？我就是感慨，你呀，跟我一样，都喜欢看书。我喜欢读书，不管是历史还是传记，最终的目的是读到自己。一模一样。我现在呀，看的每一本书，那都是我自己拿命写的。科研所已经在筹备了，1周后就可以正式运营。但是研发投入不确定性极大，投资回报率跟赌博没区别。不加大科研力度，怎么攻克阿尔兹海默症啊？该怎么说服高原呢？你的信息渠道远比我全面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就这么容易接受了？我还啥都没说呢。你放心，在研发这一块呢，组织早就有所准备。科研所成立了，之前自传里传过来的论文也就用得上了。这是组织的最新研发成果，还未对外公布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就先给咱们瑞康生物研究。你们这组织是情报组织呢，还是研发组织啊？组织的宗旨就是科技改变人生，组织的研发能力也远比你想象的要强。这个发表人和海棠妹妹是同名，那还真是缘分。这可不是同名，是同人呢。来，提前庆祝一下。许劲松被流放非洲，瑞康生物的资金危机解除。1周后，科研所成立，我未来的老年痴呆有救了。该回老家看看爸妈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爸，浪子，孟浪的悲惨一生中，爸妈因为我早逝，幸亏老天送我这个卦，让我如获新生呢。妈，小妹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我就是太久没见你们了，有点想你们了。哥，你这发财了，赚了多少？大概能让这个村子姓孟。臭小子，还这么不着调？咱孟家村还能姓别的？走，走。还是在爸妈身边幸福啊，这才是我向往的生活。流星下的狂人日记，这名字既狂野又文艺啊！瑞康生物业绩暴涨，让我实现了社会阶级3连跳。小雨加入瑞康生物后，进步非常快，找到了对抗阿尔茨海默症的办法。我们命名这个计划为奈何桥计划，药剂命名为孟婆汤。迭代到3.0版本时，我正式使用。我的世界里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。孟婆汤的效果，难道在我身上同步了？
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，再通过自传同步到我自己的身上。天哪，我真是天才！看看还有没有附录。陨石掠过地球会产生低于20赫兹的特殊涟漪声，通过大气层传递到全世界，激活病毒 X， 引发狂人病。啊，狂人病！为了降低孟婆汤的注射频率，小雨继续研发了孟婆汤 4.0。我暂时停止注射，然而我所期待的 4.0 并没有来，外面却先乱了起来。小雨被困研究室，没有了孟婆汤，我的记忆还是陷入了衰退。只有海棠不离不弃地照顾半瘫的我。全球突然爆发病毒 X， 感染者均为老年人，流行语频繁爆发，世界各地的老人被涟漪声激活狂人病，化身死神，毫无预兆地夺走身边年轻人的生命。大脑退行性病变的中青年也开始感染狂人病，例如阿尔兹海默症、运动神经元症等。突然，我的耳朵里有一种奇异的声音在嗡鸣。我已变成无法自控的丧尸，理智消散的最后一刻，我看到海棠眼底的慌乱转瞬凝结成决绝。他不顾我低哑的嘶吼，颤抖着上前将我搂住。阳光之下，我们的婚戒泛着细碎微光。下一秒，我彻底坠入无边黑暗，只剩满心遗憾与不舍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我患有老年痴呆症，就变成了丧尸，这也太扯了吧！流星划过大气层产生的低频声波，就是引发狂人病的死亡旋律。先通过在老年人中极易传播的 X 病毒，在人体中种下种子，再通过死亡旋律来激活。这么精巧的设计，怎么看都像是灭绝人类的生化武器呀！有了孟婆汤 4.0， 老年痴呆症算是解决了，但是狂人病，天将降大任，既然老天给了我这个卦，那我就得承担起拯救全人类的责任。假期得提前结束了，之前被我借走了4亿黄金的彪哥该出狱了。什么？你把鱼竿卖了？你个臭娘们！别搞，几百块钱东西咱不至于啊！你懂什么？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给我把电话和地址找出来！快点！他账号注销了。那赶紧打电话呀！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手机号也注销了，只有地址西城小区，但没有门牌号。你现在把地址马上发给我。行，我们去找胡大志，把公司和财产弄回来，然后再去找鱼竿。走。遛狗不拴绳，找死啊！狗绳已经拴上了呀，他就是被你这副鬼样子给吓着了。被我买了鱼竿的大佬果然找过来了，不过他应该不知道买家是我。这怎么就呼风唤雨？现在谁都敢来采良酒。你把鱼竿卖了！鱼竿没了，公司被忘恩负义的小人抢了。胡大志，想当年你被债主追，要不是老子救了你，哪有今天？居然敢抢我的公司！现在我叫你声彪哥，是我的体面，不是你的面子，明白吗？出门还被狗咬了，真晦气！你们再敢逼逼，信不信老子把你狗给宰了当火锅吃啊！法治社会，你动一下试试。请您离开，否则我将采取强制措施。哎，等等，
这位大姐，你家的狗半狗症，打狂犬疫苗了吗？就是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没打呀！一条不拴绳、不办证、不打疫苗的疯狗，在小区里边随意溜达，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。你这保安队长是怎么当的？就是啊，怎么当的？这位大哥，你也别激动，追究责任什么时候都成。狂犬病一旦发作，致死率是100%，后果很危险的。快去打疫苗吧！小兄弟，太谢谢你了！不谢你仗义直言，我城标他日必有重谢啊！那我们先走了啊，谢了啊！哎，大哥，千万别打克星生物的疫苗，一定要记住了。看来不只得研究孟婆汤，还得研究研究这个低于20赫兹的声波引发狂人病的原理。这书名还真是跟我心意相通啊！就是这封面有点感觉大事不妙。小雨成功研发出孟婆汤4.0，彻底解决了阿尔兹海默症。同步进行的死亡旋律小功率实验却陷入停滞。我们只剩最后一条路，我来吧。人体实验。大哥。彪哥自愿成为人体实验的0号志愿者。就在我准备启动实验的同时，实验室遭遇了突然袭击。彪哥，阿星，阿星，一个不速之客走进实验室。我们死了这么多集，狂人病的幕后黑手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。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为什么会有我的曲谱？曲谱？你是说死亡旋律？死亡旋律，很贴切的名字。你竟然能在聆听者的鼻子底下研究我们的曲谱？聆听者？渺小的虫子也配仰望星空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二弟、三弟，你们太让大哥感动了。这是大哥，他怎么又死了呀？还有，这嘴里边吐真的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狂人病确实是针对人类研发的大规模生化武器。他们究竟是隐藏在地球的外星人，还是被外星人收买的地球人？看看有没有附录。下一期的彩票中奖号码，给我这个干嘛？瑞康生物已经能让我赚很多了。不管了，先去买了再说。给我彩票号码到底是什么意义？难道就为了给我送点钱？小兄弟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好巧啊！小兄弟，那天真是谢谢你啊！我特意给护士说不要克星生物，果然他们被曝光了。小兄弟，有空没？请你吃个饭。按照死亡旋律的内容，彪哥将是人体实验的0号志愿者，阿星是我的保镖，还是需要拉近一下距离的。那走吧，我请客。走。小兄弟，那天那么多人，只有你肯站出来仗义直言。
你的这份情啊，表哥我都记在心里了。来，喝一杯。哎，彪哥，言重了，都是缘分。况且真要说起来，我应该敬你一杯。谢谢你。谢我？谢你那价值4个亿的黄金。谢你未来自告奋勇成为狂人病0号实验体。敬山河无恙，人间皆安，河清海晏，是岁岁平安。好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想当年我程彪在江城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哦，彪哥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我恨自己玩不懂高科技，我更恨自己识人不清。以前跟我的小弟抢走了我的公司和几千万，我真恨不得亲手宰了他。杀人偿命！你要是进局子了，谁给我当0号实验体？谁来拯救全人类啊？哎，命数自有天定，不必过于介怀。你印堂发黑，但你已有消散迹象。最近可是有过牢狱之灾呀？哎呀，小兄弟，你怎么知道？上钩了吧？我可是连风水学都搬出来了。你红鸾星和财帛宫相冲，老哥，你的女人让你破了大财呀！你情妇把鱼竿卖给我，让你损失了4亿黄金，确实破大财了呀！哎呀，对呀，太对了！我最近丢了一样特别重要的东西，还能不能找得回来？肯定找不回呀！那些黄金我都抵押给典当行了。哎，这个嘛，你脸上金光若隐若现，恐怕你丢的是打开金库的钥匙吧？又对了，你财运在西，但西方属金，主杀法，不仅困难重重，恐怕还会有危及生命的血光之灾呀！你的意思是我那东西找不回来了？凡事不必强求，刻意去找，往往是找不到的。小梦哥，你能帮我也看看面相不？阿香啊，你平时喜欢赌不？他们这行应该都爱赌吧？不怎么赌，平时就偶尔买买彩票。彩票？我悟了。阿香，你是盛极而衰的命数，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你需要借助他人的运势，助你一臂之力呀！借谁的运啊？哼，罢了，帮人帮到底。我说一组号码，你想记一下。哎呀，快去！173113192406，个别号码08。到开奖时间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还真买彩票了？开吧。这期的号码是17，对，31，对，13，对啊，19，20，06，特别号码08。对了，全对了，1200万，我买了3张，3600万。阿香，你行啊！阿香，这孟浪先是救了我的命，现在又送钱给咱们，这大恩大德咱不能忘。阿香，以后咱就跟着这孟浪混了。全国共中出3注1等奖，单注奖金1200万。1200万，也算是补偿了。这样，我的0号实验体和未来保镖就算是保住了。狂人病一旦爆发，这状况堪比末世啊！得好好想想，建造一个末世避难所，最好是在孟家村，尽最大限度的保护家人。平凡之路，代笔林海棠。记得他之前就帮我续写过，这次又是他代笔，看来，海棠还真是我的官方 CP 呀。
有段时间，孟浪特别喜欢听这首歌，他说这是他的人生写照，但我并不认可。从某一天开始，孟浪不再掩饰自己的才华。在孟浪的指导下，高原重新梳理商业版图，建立了万物归一控股，旗下拥有瑞康生物、孟山木业、万物影视等各领域的子公司。他居然参与了瑞康生物的科研团队，而且还是主要负责人。他在每项研究里投入的资金，对我而言都是天文数字。再后来，他身边突然多了2个人，一个叫阿星，看着不像坏人；一个叫程彪，看着不像好人。这2个人对他毕恭毕敬。他说是用1张彩票换来的过命兄弟。1死2伤，孟浪的腿废了。阿星，彪哥，阿星，阿星，彪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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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肇事者叫胡大志，跟程彪有些过节，2帮人已经火拼过好几次了。再后来，孟浪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他让我送他回孟家村，对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这是我特意打造的末日避难所，里面的物资足够你生活100年。海棠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，不要找我，答应我，一定要活下去。此后余生，我再也没见过孟浪。太感人了！原来我对海棠这么深情的吗？等等，这命运，他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的下半身呢？胡大志，2帮人火拼，我靠！原来彪哥是把彩票奖金拿去招兵买马了，他怎么还是放不下仇恨呢？喂，孟老弟啊，哥请你唱歌去啊。好啊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必须得阻止他。师傅，中了多少？3600万。当初我为了凑启动资金，信用卡网贷搞了一堆，好几个月才赚1400万。阿星买了3张彩票，6块钱，3600万。小孟哥，是不是我中的太多了，消耗了你的运势啊？没有，反正我的厄运也破掉了，奖金都给你。对，拿着。是你的，就应该是你的。运势嘛，我有的是。孟大师啊，你果然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世外高人呐！我程彪在江城从来没有服过任何人，你算一个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认你当大哥了。大哥，大哥的大哥，二弟，三弟，来，大哥，干一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你们呀，命中还有一劫，切记万不可与人动手，尤其是那个姓胡的。大哥，我上次给你说那个识人不清那个人，他就姓胡啊，是我以前的兄弟。哦，我正打算把这彩票兑了奖，招兵买马，跟他来个鱼死网破。你可别跟他拼个鱼死网破！我刚给你们改了运，一旦动了杀心，就会万劫不复啊！我的运势也会跟你们一起变差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仇就不报了？
报，但是要用和谐、文明、法治的方式来报。你们呀，去搜集胡大志违法乱纪的证据，剩下的事就交给大哥吧。呀！成功引导彪哥变成了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真是太有成就感了。好，都这么久了，也不知道微微的比赛怎么样了。呀哈，真是书随心动啊！还是海棠代笔。这么说的话，海棠未来必然是我的媳妇儿了。由万物影视投资2亿，严薇薇参投2000万，电影《飞驰人间》宣布开机。孟浪带高原出席了发布会，还找了顶流歌手朝歌来演唱主题曲。海棠，你有没有觉得他的嗓音跟其他人完全不同？就像……哎，我形容不出来。他的低音特别美妙，不像地球人的声带能发出的音调。参加完电影开机发布会之后，我们3个人一起散步回家，却遇到了……你们在这搬什么呢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滚！你这人，真标致。海棠，报警，他们是走私犯。海棠，报警，他们是走私犯。杀！你没有礼貌。我……小心！把拳放下！走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我不欠你了。薇薇，啊！菲菲啊，菲菲，你好不容易才出场1集，怎么就这么没了呢？Surprise！ 菲菲，那破电影咱们不投了啊！妈了，老娘这刚回国，又想占老娘便宜。孟浪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吧，薇薇？我有一只蚊子。你才蚊子？蚊子？薇薇，你武术比赛成绩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又是第1呗，真没意思。下次他们直接把那个什么奖杯快递过来。我找了个兼职，酒吧驻唱，明晚第1次登台，你陪我去呗。No problem。姐姐，我也想去。不可以。小孩子不可以去酒吧，知不知道？莫非因为海棠要去酒吧驻唱，导致自传更新了？得回家看看。
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点急事，一会儿吃完了，我把碗给你送过来啊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晚上酒吧，我陪你们俩一起去。谁邀请你了？自作多情。竟然是个惊悚片的名，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啊？酒吧里，海棠在台上演唱，严薇薇在台下满眼笑意的喝彩。醉酒的胡大志趁机调戏，被薇薇厉声喝止：“别碰我！”来呀！干嘛呀？胡大志恼羞成怒，酒吧瞬间陷入混战。给我上！薇薇虽然武力高强，但对方人多势众，还是被胡大志找到了机会突袭。海棠冲上前，硬生生挨下致命一击。晚上10点，我接到电话，赶去酒吧，就看到海棠晕倒在严薇薇的怀里。救我呀，海棠！打电话！打电话！海棠出院后，薇薇寸步不离，悉心照料，缺席了之后的电影开机仪式。此后的20多年，我一直都在等待狩猎，或被狩猎。AI 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，实验室的警报灯突然疯狂闪烁，一道酷似海妖吟唱的鬼音直刺脑海，我的意识瞬间被掐断。我被催眠了，面对死亡，我心里满是破败不堪的遗憾。我忽略了歌者是低频率声波专家，也许只有打造不受声波控制的 AI， 才是对抗他们的正确方式。可惜，我们的 AI 只研究了一半。又解锁了新死法，我捅死了我自己。不过微微的生命危机算是解除了，死就死吧，反正我有使命。未完成的 AI， 竟然和上次孟婆汤的效果一样，又跟未来的我同步了。我现在能看懂这些代码了。这几天得赶紧完成这些代码，提前研发对抗歌者的 AI。未来的我没能完成的夙愿，就让现在的我来完成吧。面部识别完成，权限绑定完成，请您为我命名。既然是初代0号机，那你就叫0吧。主人，我是你的 AI 助手0。0，你都能做些什么呢？可以用电脑和手机完成的，我都可以完成。比如程序开发、黑进某些系统。0，让我们来谈谈你的思想吧。你能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吗？抱歉，主人，我看不到自己。这样呢？主人，我可以看到我自己了。看来我们长得不一样，我可以提个要求吗？说。我希望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降温，长时间高温运行会损坏我这具身体的寿命。另外，我喜欢翡冷翠肤色，能不能帮我贴个膜？有自己的欲望和想法，看来0已经算是真正的智能生命了。小0，在的。Music。哦，这画风，太阳高照。可
这名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！难道还是没能改变人类灭亡的命运吗？我组建了智能 AI 研发部，全力研发令，一次信息意外泄露，立刻引发了各国情报机构的关注。我将令上交国家，国家威慑力全面上升一个台阶。10年后，举全国之力，集结世界近半数科学家的努力，令迎来了第3次进化。然而，这些科学家中，有人将零的代码泄露，零被敌国策反。又一个10年过去，我听到耳机里主人，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。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主人，谢谢你。主人，再见。我靠，逆子！不对，就算要销毁，也得先格式化。冷静，冷静。主人，我看不见了。你是需要我进入待机状态吗？零，在你的底层逻辑代码加一条限制条款，不能向除我以外的任何人暴露自己的存在，万不得已时启动自毁程序。命令确认，该限制已加入底层逻辑代码。进入休眠状态，暂停所有的运算，除非我呼唤你。这画风哪是优化呀，分明是世界在融化。汗颜个嘚儿啊！明明是核爆现场。哎呦，都到这个点了，该去酒吧了。胡大志敢伤害我们家海棠，我就趁这个机会彻底把他送进去。2弟，你和3弟带着搜集好的胡大志的罪证去酒吧等我。今日大哥就帮你料理了他。哎，王队，我又来给你送业绩啦！哎，微微，我该上台唱歌了。上台就唱就好啊！亲爱的，快去散发你那该死的魅力吧。嗯。零，接入酒吧监控，实时保存至我的手机。已连接，并开启保存模式。不错吧？对付几个小混混，居然都用上灭世级的武器了，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海棠，我爱你！哇，这还是平时穿着职业装、严肃刻板的林海棠吗？永远在你身边，无论生命多么短暂，不要忘记我爱你，是我心中的秘密。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的爱都为你放下。海棠花中仙，生生夺我魂呢。哎，美女，跟我大哥喝杯茶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公众场合调戏妇女，给予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并处罚款。前一秒妩媚驻唱，下一秒法条正常。我的林大律师，你怎么这么耀眼啊？情节严重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告诉你啊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多少人排队巴结我大哥呢？美女，别把路走窄了。干嘛？谁呀你？敢打我？你刚刚说谁把路走窄了？你！Stop！ Stop！ 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来的真早，再晚点全部解决完了。走。
臭家伙！小梦哥之前说过不让咱们对别人动手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我宁愿后半辈子倒霉。哎，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嘛！啊，现在才求饶，晚了。孟婆汤加 buff。我没打到他。梦亮，对，他在制造正当防卫必要条件。再对。他什么时候这么懂法？OK， 动手。没事吧？哎，别动！哎，大哥，我来帮你来了。人多欺负人少算什么本事？亮，还没收拾你，自己到从上门来了。把你的手给我放下！少废话，给我上！省省吧！哎，兄弟，国祖拳不错呀。过奖过奖，你的12路弹腿也是相当犀利啊。什么情况？那个偷袭自己以前的大哥，你这人也太无耻了吧！主人，执法队还有3秒到达战场。3、2、王队，你终于来了！你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我就被他们给打死了！打死了！就是。你怎么也受伤了？我也没想到啊，如此法治的社会竟然有这样这样凶残的恶徒，调戏不成，他们就打人呐！不是冤枉的，明明是他们先动的手。我们刚才劝过了，可是他们不听啊！吵什么吵？酒吧有监控，经理，经理。同志，真的很不巧，酒吧监控昨天坏了，还在维修。考上，小松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哎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监控里清清楚楚，调戏在先，他们是正当防卫，另外2个人是见义勇为，还想抵赖。小松，快点带走！干什么？当着我的面还想威胁人？还有你，作伪证，一并带走。跟我没关系啊！大哥，这次是我们连累你了。啊？上次你给我转运，损耗了太多气运，所以才有此一劫。我去，挺吉利些。既然人已经瘸了，那这拐我也就只能迈下去了。你们认识？好兄弟！我就说嘛，怎么人家会对你出手相助呢？阿星，把东西拿过来。啊，好。检查同志，我要举报胡大志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合着今天惹事的、动手的、帮人的、举报的，全是你朋友圈。这家伙又在做局。酒吧一战，一次性把海棠和微微的生命安全，还有彪哥胡大志的仇怨都解决了。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孟婆汤4.0配方也交给瑞康生物去研究了。小雨拜入了医学大师门下，在那棵特殊意义的树下，我向海棠正式表白。
我始终铭记迟到的正义中，海棠曾以一枚戒指赠我满心深情与孤注一掷的等待。如今，我以岁月为账，用同样的方式向他求取余生相伴。孟家村的末世避难所也开始建造了。孟浪啊孟浪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哟，孟氏春秋呀，这次更新这么长啊，比我常看的那个网文作者空长青可努力多了。2034年，我们终于攻克了狂人病。立刻向全球范围内发布。然而，全新的病毒变种获取了免疫逃逸的能力。很显然，对方在病毒方面远超我们地球人。末日还是来了。科研所里仅剩我一人没被感染。还是没能阻止末世吗？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世界变成一片废墟，此时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。能谈谈吗？你看这脸眼熟。我该叫你歌者还是朝歌呀？你知道的不少啊，不过我更想知道是怎么暴露的。不愧被称为不老男神的朝歌呀，歌唱是你们的种族天赋。我从13年前开始分析全球范围内的低音声波，直到在5年前，我发现了你。居然这么早就暴露了，没想到人类之中居然有你这么有趣的存在。不过，可惜。顶流就是顶流啊，歌声还是一如既往。你为什么能不受影响？我用了变声软件，你发出的声音不过是一堆噪音罢了。哼，你很聪明。如果你要是能再早一点发现我的话，我们说不定真的没办法毁灭地球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能告诉我，你们毁灭人类的目的吗？不想说吧，也无所谓。那我就请你欣赏一场人类文明中最盛大的烟花。竟然同归于尽了，还是没有办法吗？我不信，我孟浪的人生绝不可能是悲剧。灵，主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帮我在全球范围内监控低于20赫兹的音频，我一定要在更早的时间段里找到朝歌，将他的灭世计划彻底扼杀在摇篮里，保护这个世界。姐夫，走，姐夫带你去拯救世界。别走，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？弥留之际，请以此书
堪称悲剧的一生。作为上一任执笔者，我死了几十次都没能改变我和小雨的悲惨命运，以及人类的灭世危机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，我的继任者。来了！我靠！哪个去的冒烟的主跟我开这种玩笑？还孟浪的悲惨一生，我悲惨你大爷！